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目前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申请的一个进度。在本月初的时候，我和日本这边的行政书室做了一个简单的面谈，也制定了我的一个经营管理签证申请的计划。那很多小伙伴在关心，如何才能找到一个靠谱的行政书室？那首先的话，我分享一下我自己找行政书室的方法。我们可以在 Google 上面去搜索我们所在的地区，再加上行政书室协会这个关键词。那一般来说的话，这个时候网页就会跳出来当地的行政书室协会的主页。点进去这个主页之后，就可以看到当地各种各样的行政书室的信息。那比如说我这边是长野行政书室协会，我们进入到主页之后，可以看到非常多实用的介绍。我们点击行政书室介绍，这边可以看到长野县内不同城市的所有的行政书室。那我们可以点击自己所在的城市。那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行政书室的专业方向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一个很详细的介绍。那比如说我要办理经营管理签证，就找主要业务有国字的行政书室。那如果要办理营业许可证就找主要业务有丰字的行政书室。这里有每一个行政书室的地址、电话和传真。那行政书室的名字点一下，我们也可以看到行政书室的网站还有邮箱，大家可以自行联络咨询就可以了。那例如的话我手里的话就有一份我所在地区的行政书室的一个列表。那这份列表的话非常的详细，列出了不同专业领域的行政书室。那比如说这些行政书室是专注于农业土地的许可证的一个申请。那这份行政书室的话，它是专注于饮食风俗业务许可证的一个申请。在后面的话，这几个行政书室的话，它是主要业务是做外国籍居民的一个Visa 的一个申请。大家可以自行到当地行政书室协会的网站上面去进行一下了解。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根据这个列表找到了一位专门处理外国人经营管理签证的一个行政书室。那找到了之后，可以直接给对方发邮件进行一个初步的咨询。那如果说对方确认我们的情况是可以办理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约时间去进行面谈。那下面的话就介绍一下我和行政书室面谈时制定的一个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办理计划。那首先行政书室给出的建议是因为我现在是日本语言学校的学生，那如果说屏幕面前的你和我的情况一样的话，那其实是不建议语言学校只读到一半还没有毕业就去申请经营管理签证。那这样的话，日本入管局那边去审核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说这个人的语言学校办托儿费没有继续去读呢？这可能会给我们的个人计划产生一个质疑，那甚至会怀疑你注册了日本的公司之后，那会不会也是办托儿费，不会正常的去好好经营呢？所以说我感觉在日本社会中，首先要维护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人社会形象。其次的话，虽然没毕业我们不能申请经营管理签证，但是可以先注册好日本的公司。这一步的话，即使我们现在是在读语言学校，或者是即使是旅游签证，其实也是可以在日本注册公司的。最后是在毕业之后，签证到期之前的2到3个月开始申请经营管理签证。那接下来行政书室说他这边是专门做签证的，注册公司的话是需要我自己再去找一个专门注册公司的司法书室或者说他会帮我去推荐一个。那虽然我觉得很麻烦又要委托一个人了，但同时也不得不感慨一下日本这个专门化的程度也太高了。那行政书室的工作也非常非常的佛系，不是自己专业的钱送过去也不要的。那这点的话和国内带注册带记账的公司真的是差别非常大。到这里总结一下，那其实在日本注册公司这一步和经营管理签证是2个不同的部分，是可以分开来进行的。那例如说我现在大概还有4个月的时间才能从语言学校毕业但我其实现在已经可以把日本的公司注册下来了，并开始做一些日常的运营注册公司之后在我毕业后留学签证到期之前，可以再去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的变更
所以说日本公司注册和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这两块是可以分阶段进行的。随后的话我就联系了专门注册公司的司法书士，开始准备注册公司的手续。注册日本的公司的要求是其实很简单的，那如果是日本人注册的话，1日元的注册资本就可以了。但如果是非日本人注册的话，至少是需要500万日元的注册资本，这个是最低的门槛。那公司的类型的话，一般建议去选择株式会社，也就是国内所谓的有限公司。那注册公司的最低要求是1个人就可以了，法人本人就可以完成注册。那有的小伙伴可能听说需要雇佣日本人才可以注册公司，但其实这个并不是必要条件，1个人就可以完成注册并运营公司，申请经营管理签证。那第二个需要准备的话，就是有一个法人的印章。那关于印章的话，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那很多网上的小伙伴推荐在国内刻章，因为价格便宜。那我之前也在国内刻了一个章，大概花了100多块钱。然后这个章到了日本大概1年之后，我发现这个印章的已经变形了，表面已经凹凸不平，盖章的时候字迹的显示也不完整。那不过还好这个印章没有在市役所登录过所以这个月我选择在日本本地的一家印章店重新刻了一个姓名章。这家印章店的报价是9000日元，是400多人民币。印章的材质我选了木质，因为相对便宜点如果选择牛角、金属这些材质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那在日本亚马逊上也可以看到一些便宜的印章，价格在2000到3000日元左右，也是100多人民币吧。但是有了国内刻章的经历之后，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多花一点钱，在本地找一个靠谱的店家刻章，因为刻章之后需要到市役所进行登录。那如果说印章几年后变形了，那还需要重新刻章，重新去市役所变更登录，非常的麻烦。那我选择的这家印章店是一家已经延续了3代的老店。那如果说按照1代30年的时间来计算的话，这家店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了。那在日本这样的100年老字号非常的多。那比如说我刚来日本时候买的自行车那家店，那也是3代人共同经营的老店。那你在店里可以看到爷爷、父亲和儿子3代人同时工作，那这个在国内是非常少见的一种现象。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那如果说印章刻的是中文名字的话，那么在留卡上面也一定要有中文的名字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在市役所登录的所以说我在登录之前特地去了一趟入管局，把在留卡的名字加上了中文的名字。那接下来印章刻好之后是需要去市役所登录的，登录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去申请印章登录证明书。那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证明书的有效期是3个月，那如果近3个月没有要使用的话，还是不要申请这个证明了，那用的时候再申请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我们有日本的个人编号卡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日本任意一家便利店的打印机自助的打印这个证明书。那关于日本的个人编号卡，建议大家来日本之后都去申请。那申请的过程很简单，在市役所会有宣传册，按照上面指引在网上填写资料就可以了。那申请成功之后到市役所领取就可以了。那从明年开始的话，日本的纸质社会保险证就不再发行了，全部改为个人编号卡。那所以说个人编号卡在以后肯定是来日本的小伙伴必须办理的。那其次的话就是住民票的准备。那住民票的话可以直接去市役所申请。那如果说来日本之后有个人编号卡了，可以使用个人编号卡在任意一家便利店打印机自助打印住民票。那打印一份的费用是300日元，有效期也是3个月。那住民票的话，其实就类似于中国的户口本，记载了我们的名字、国籍、出生日期、在留资格，还有地址等重要信息，是证明我们个人身份的一个重要的文件。接下来就是决定我们公司的名字和经营范围。那日本公司的名字它是允许重名的，只要注册地址不同就可以了。但是尽量不要选择像索尼啦、软银啦、三菱啦这些知名公司的名字，那否则审批可能会遇到问题。那公司名字的话，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字母、数字都是可以的，自由度非常的高。那公司的名字准备好了之后，先发给行政书士劝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开始制作公司的印章了。那公司的印章一共是3个，分别是石印、银行印和脚印。我这边的话也是找个人刻章的店去制作的，一共是4万日元的费用，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另外的话还要准备公司的经营范围，这部分的话不需要太详细，只需要提供公司准备从事的业务内容。那例如说做网店啦、贸易进出口啦，具体要贩卖什么商品啦，
把这些信息提供给司法书士就可以了。在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准备详细的经营计划书的，但注意公司注册的时候是不需要的。不过行政书士说会有一个简单的事业计划书会更好，那所以我就临时写了一个2页的计划书。最后是公司的注册地址，那如果是仅仅注册公司不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的话，那我们是可以用目前居住的地址来登记的。那如果说住在学校的宿舍是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地址的，但如果是在外租的公寓或者说一户建是可以用来注册公司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我们计划申请经营管理签证，那自己居住的公寓一般是没有办法通过审核的，必须是另外去租一个办公室才可以。那行政书士给出的建议是这样子的，那首先先用自己的公寓地址去注册公司，到明年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的时候再去租一个办公室。这么做的话主要是考虑到2个方面的原因。那首先第一个方面是我目前还有3-4个月的时间才会去申请经营管理签证，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几个月的办公室的租金。第二个原因是很多办公室在租赁的时候要求使用公司法人的名义，个人名义是没有办法租借办公室的。但是也有接受个人名义租办公室的。那如果说以个人名义租赁之后变更为法人名义的时候，还需要支付一笔手续费，差不多是1个月的月租。所以综合上面2个原因来看的话，公司注册完成之后用法人的名义租赁会更加的便利。之后在申请经营管理签证的时候，只需要把公司注册的地址从个人居住的公寓变更为租借的办公室就可以了。租办公室的话，个人建议至少要提前2-3个月开始看办公室。在日本的话，租到合适的办公室其实并不容易。那如果说是在东京和大阪这些大城市的话，选择相对会多一点，但是在乡下地区的话，选择就比较有限了。那办公室的话，它主要是有2种类型。那第一种的话就是专门的商务的建筑，这类建筑全部是用于办公室的用途，但是租金的话通常会比较高，管理费和停车费也是需要额外支付的。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用公寓作为办公室，那通过与行政书士去确认，公寓也可以用于公司注册和申请经营管理签证，但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那首先的话，这个公寓地址不能和现在我们居住的地址相同。那其次的话，租赁时候必须和不动产公司还有房东确认，他是否允许在这个公寓去注册公司。那第三的话是租赁合同中必须明确的标注这个房间是用于注册公司和办公室用的。那如果说不满足上面条件的话，申请经营管理签证可能会遇到问题。目前的话，我所有的注册资料都已经准备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注册公司的流程。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公司大概会在明年1月份完成注册。注册的流程大概需要1个月的时间。那再简单介绍一下注册公司的费用。那司法书士这边给我的一个报价是30万日元，大概是人民币1.5万元左右。那当时看到这个费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随后的话，司法书士提供了给我一个详细的费用的明细。那首先的话，公司登录免许税是15万日元，那注册资本定款认证是5万日元。那剩下的10万日元是司法书士的一个劳务费用。那从这个明细上来看的话，那扣除20万日元的一个必要的费用，司法书士这边10万日元的服务费用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那我也在网上去查了一些信息，做一些对比，发现大部分注册公司的报价通常在30万到60万日元之间，它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30万日元的费用的话算是偏低的了，因此的话也还是可以接受。那目前的话，我是处于注册公司的第一个阶段。那完成公司注册之后，还需要进行下面几个步骤。那首先的话，第一个就是租一个办公室，第二个的话就是办公室租借好之后，把公司的注册地址由个人的公寓变更为租借的办公室地址。第三，也就是最后是申请经营管理签证。那后续的话，我也会继续向大家分享这些内容。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分享，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